当外国人教你在家健身。3、怎么样才能减肥，才能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身材？很多人一直都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控制不了自己，晚上的时候乱吃东西，这个东西又不健康，然后越吃越长胖。今天我就准备给你们分享一下健身常识的第3期了。这一期就完全部都是关于吃的，关于饮食，怎么样才能减肥，才能坚持一个非常好的身材。但是我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控制自己吃的东西是不是特别难？你们是不是经常在想怎么样才能减肥，才能把这个脂肪减下来，才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身材？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如果你们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那欢迎今天来看一下。我的名字叫 Marky， 你呢？我就在四川成都。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朋友们，没错 ，Marky 又来了。今天我晚上的时候来了，然后前几期视频里面我就给你们讲了一下健身房里面最有效的锻炼和动作，还有一期关于你没有办法去健身的时候，在家里面可以做哪一些有效的动作和锻炼。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想要一个好的身材，你不仅是锻炼，休息也非常重要，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吃的饮食必须要到位，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你的身材才会越来越好看。所以我今天就准备把你们带上，咱们一起去购物了，去超市去看一下 Marky 平时买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给你们建议哪一些东西可以吃，哪一些尽量少吃一点。然后接下来我还想给你们几个建议，也就是说平时吃什么会比较好，吃多少，然后什么时候吃才会有一个对身体比较好的效果。成都今天的夜晚风景很漂亮，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的朋友们，晚上的时候出去买东西非常适合，因为晚上的时候很多超市、很多店都会打折，把新鲜的东西卖出去，卖便宜一点的价格。然后晚上的时候大家都有时间，大家都下班了，所以现在我准备出发了，咱们一起去超市吧。现在已经到超市了，然后你们看一下这边是谁呀？又碰到你了，超市都能碰到你。又来了，对啊，Marky哪里都能碰到，对，到处都是 Marky。今天的健身购物清单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蛋白，鸡蛋。我们清单上面第一个东西就是鸡蛋，鸡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食物，它有非常多的蛋白，也有一些很健康的脂肪，而且做起来很快，也很好吃。第二个，鸡胸肉或者鸡粒类，鸡胸也是一个健身人经常吃的一个东西，是吧？为什么呢？蛋白质很高，而且它比牛肉和其他的肉类要便宜一些，便宜太经多了，济实惠。对，所以鸡胸肉经常可以吃。第三，牛肉。Marky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羊肉和牛肉，猪肉不吃的很少，鸡胸肉偶尔吃，但是吃的最多就是牛排。经常看我的视频的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 Marky 吃牛排，因为牛排它会对你的健身、对你的运动有好处，会给你很多力量，而且它特别好吃。第四，三文鱼。三文鱼是比较贵的一个蛋白，但是也特别好吃。第五，虾。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虾蛋白质也非常高。
我个人也很喜欢吃虾，但是虾也有一点贵，所以差不多1周吃一次虾。你们看一下这个，好帅啊！这些，哎呀，不冷吗？比较暖和，健身的人都不怕冷。好哦，健身购物清单下一个部分，那就是脂肪。脂肪很多人很怕脂肪，但是其实脂肪也非常重要，因为健康的脂肪对身体也有很多好处。脂肪的话 ，Market 用的油全部都是橄榄油。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很多不同的橄榄油，然后它是算是最健康的一个油。还有这个东西，牛油果。牛油果也是一个中国人吃的比较少的食物，但是它的蛋白很少。它的脂肪很高，但是它的脂肪全部都是非常健康的这种脂肪，所以这种就可以放心吃，不吃太多就可以了。老干妈也是脂肪啊，这个是个好的健身餐吗？那肯定不是，但是它味道很好。老干妈呀，很好。哎，怎么了？来一个噻。老干妈拌面，还有炒饭都很好吃。哦，偶尔吃，如果健身。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脂肪的食物，那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坚果。当然，所有的坚果都很好，你们自己要看，你们觉得哪种坚果比较适合你们？可能最便宜的就是花生。花生如果很严格的话，也不算是一个坚果，但是它也有坚果的好处，很多健康的脂肪，也有很多的蛋白 ，right？ 那么脂肪讲完了之后，咱们继续谈碳水。碳水可能是最复杂的一个地方，因为有很多东西，它碳水很高，但是它也不健康。第一，米饭，无产大米，什么礼物？在你们那边是不是你小的时候把这个放在床头，放到圣诞树下面？不是床头啊，没有。哦，这个中国的超市也过圣诞节哦。然后你的爸爸第二天会把这个，不是你的爸爸，是圣诞老人会把礼物放在这个。是的，是的。其实中国人的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吃米饭，各种各样的米饭，有白米，有红米、黑米、紫米，很多不同的米饭，但是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碳水的来源啊。还有这个东西，藜麦，藜麦你见过吗？请问吃过吗？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吃过哦，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做的好吃，是跟米饭一样的，你要煮吗？啊，而且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和米饭放到一起煮。哦，好，这个我还是真的是没有试过，下次可以试一下。还有这个东西，红薯，中国的红薯真的非常大，非常便宜。在我们德国那边，红薯是一个非常贵的东西，没多少人吃的东西。但是红薯也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碳水，而且也非常好吃。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蔬菜，蔬菜真的可以吃很多很多，不管是什么蔬菜。当然有更好的，但是每个人喜欢的蔬菜都不一样。Marky就比如说非常喜欢西兰花、菠菜，类似于这样的蔬菜，然后蔬菜也可以吃很多。那么第四个部分就是饮料，饮料特别重要，因为特别多的人喝的饮料不太好，这些饮料都是不太好的，因为这些饮料味道都很不错，但是糖就太多了，包括说果汁也是。Marky 平时喝的最多就是这个东西，矿泉水，喝的特别多，每天喝这种大的瓶子，喝3个。还有就是你们也知道 ，Marky 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咖啡，但是肯定必须是黑咖啡，因为黑咖啡里面才没有加糖，没有加奶，这个东西才会对你的身体比较不错。然后除了水、矿泉水和咖啡，Marky 就偶尔再喝点果汁，喝的特别少，可能每周2、3次吧，然后不喝超过1杯。现在买完东西了，出来了，然后这门口很方便，有一家麦当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晚上的时候，我也知道你会想吃点好吃的东西，吃点火锅，吃点汉堡，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晚上之后吃这些就不太好，你就会发胖。这里还有一个圣诞市场，
哦，我以为你在拍我呢。对呀、拍一下你，拍一下申办市场有没有需要的？有你们德国的坦克，没有坦克，只有德国的牛肉干。刚才有一个玩具店。所以说，我们专业的健身大哥对大家有什么好的减肥、保持好的身材的建议吗？减肥的建议啊，减肥的建议的话，我看第一个肯定是要从饮食上面，因为有一句话嘛，就是3分练7分吃，就是7分，有70%都是跟你的饮食有关的。所以如果要减肥或者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形体的话，一定像刚才马克我们去超市的那些健康的饮食吃起来，还有一个是一定多喝水，第二个多喝水。然后这个是饮食方面的，然后健身的话，主要一个星期建议2次到3次的有氧运动，骑自行车、跳绳、跑步。自行车，对，跑步，一个星期2次到3次就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体型了，就是起码不会发胖。对，就可以了，起码不会发胖。其实也挺简单的哈。不难，但是你听起来不难，但是你真正能够每个星期去执行，那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难。OK， 回到家喽，我的朋友们。然后现在晚上的时候吃点这个蓝莓，这个非常舒服。晚上的时候吃点水果，非常好的，反正比汉堡或者火锅要好一些。然后今天我就给你们分享了好几个视频。今天马克自己没有去买，因为我家里面啥子都还有很多牛排，还有三文鱼，还有很多鸡蛋，还有酸奶，还有蔬菜，这些东西吃完了，下次再去买。然后这个饮食，这个吃的怎么样才能减下来？减肥这个事情其实跟我们锻炼、跟我们健身是一个道理。开始的时候你就需要非常自律，非常需要控制自己。但是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会自己知道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可以吃多少，什么时候吃。反正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定时的吃饭，每天差不多一样的时间吃饭，不要乱吃。有时候很早就吃，有时候非常晚吃，有时候不吃，有时候吃很多，你的身体这样没有办法做一个习惯，做一个准备，这样他就不知道怎么消化。第二重要就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量，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你如果想增肌变更重，你就得多吃点；你如果想减肥，那你就少吃点。你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吧？然后你当然也得看你吃什么。这个说的第3个点就是碳水，这个是最好控制的，因为碳水是让你有力量，但是它也同时，如果你不用这个力量，它是让你长胖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减肥，吃蛋白、吃肉、吃鸡蛋、吃这种东西是非常好的，是可以的。但是吃很多面食啊、蛋糕、甜的东西、米饭、面类的东西，这种就会让你发胖。但是我的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和健身常识的分享就到这儿了。你们觉得今天分享的这些食物，哪一些你们经常吃呢？哪一些你们觉得接受不了呢？请你们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视频还有点意思，也比较有用，那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一下，点个赞，关注一下马 K。然后这些知识我也希望很多人可以看得到，所以你们可以去跟你们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特别是那种想减肥的不知道怎么减肥的这种朋友，你们跟他们分享一下马 K 的视频呗。那么还有，当然马 K 非常希望你们在下一期视频又过来看看马 K 要去哪里耍。